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最近大家可能经常在电视上或者在互联网上看到有关为什么有些国家或者个体会选择做空美债。做空美债的背后通常涉及多种经济、政治和金融因素。首先呢，是有很多人是考虑到利益的追求。做空美债是一种投机行为，有些国家或者个人可能通过做空美债来赚取更多的利润。第二个是政治目的，有些国家可能出于政治目的，企图通过做空美债来施压或者影响美国的经济政策。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但也可能导致国际间的紧张关系。第三是对冲风险，有些国家或者个体可能担心美国国债价格下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组合价值，因此选择做空美债作为一种对冲风险的方式。第四，预测经济。做空美债可能反映了某些国家或者个体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势的预测。如果他们预测美国经济会出现下滑，就可能选择做空美债。第五，国内货币政策。有些国家可能在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整过程中，通过做空美债来影响汇率、货币供应等方面的情况。但是做空美债可能涉及风险，因为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化往往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利率、通货膨胀、经济数据等。此外，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关系复杂，国家之间的做空行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和市场动荡。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是否有人在做空美债呢？首先呢，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债券价格的下跌情况。做空美债呢，意味着预期债券价格会下跌。你可以关注美国国债价格的走势，如果价格真的出现了持续下跌现象，这就可能表明有人在大规模的做空美债。第二是利率上升。因为这个债券价格呢与利率往往是成反比的关系，如果市场预测美国的利率将上升，投资者可能会开始做空美债，以避免持有低利率的债券。第三，交易数据。你可以观察市场上交易数据和成交量，如果大量交易显示投资者在卖出美债，那么可能就是做空行为的体现。第四，投资者的情绪。你可以关注市场分析师和投资者的评论，他们的观点可能会反映出市场的整体情绪和预期。第五，宏观经济的数据，例如就业数据、通胀数据等。如果这些数据表现比较强劲，可能导致投资者预期美联储有可能加息，从而推动做空美债的行为。但是请大家注意判断市场趋势和投资者行为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市场情况也可能随时变化。所以说，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你可以多方面获取信息并谨慎分析。有关做空美债的理论呢，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呢也不容易理解。那么我们可以注意观察做空国债的有些具体行为。第一个行为是介入国债。投资者首先需要介入国债，通常是通过券商或者金融机构进行介入，这种介入是暂时的，投资者需要按照约定的条件归还国债。第二，卖出国债。投资者在介入国债后立即将其卖出市场，这将导致市场上国债的供应增加，可能对国债价格产生一定的压力，从而使其价格下跌。第三，等待价格下跌。投资者呢会等待国债价格一步一步下跌下去，如果国债价格下跌之后呢，他们可以在未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相同数量的国债，以便归还介入的国债，从中获得利润。第四，买入国债归还借款。如果国债价格确实下跌下来了，投资者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入相同数量的国债，然后呢，他将这些国债呢归还给原始借给他国债的那个单位，
那么差价减去借款利息和交易费用，即为投资者的利润。同样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做空国债存在着风险，因为如果说国债价格不但不降低，反而上涨了，那么投资者就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因为呢，他们需要用更高的价格购买国债以归还原来的借贷。此外呢，借款利率和交易费用也会影响投资者的实际利润。所以说，做空策略需要谨慎考虑，并在充分了解风险的情况下进行。那么也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美国政府通过发放新的国债来支付利息，这是不是类似于庞氏骗局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不完全类似，也就是说有那么一点点类似。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政府发行新的国债并不是用来投资以赚取利润的，而是用来支付旧债券的利息。从这一点来讲呢，和庞氏骗局呢非常类似。大家都知道，庞氏骗局是一种欺诈的行为，其中早期投资者的回报呢是通过后来投资者的资金来支付的，而不是通过真正的投资获得的收益来支付的。但是美债呢并不完全等同于庞氏骗局，因为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呢是为了筹集资金，这么筹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国家的预算或者政府的运作，尽管筹集的部分资金呢也可以被用来支付现有债券持有人的利息和本金。那么一般认为这个政府发行新的债券来支付旧债券的利息是一种常见的融资方式，所以说很多国家和机构都采用这种方式来管理债务。那么有人就会说了，这实际上和庞氏骗局一样啊。其实根本区别在于哪儿呢？因为庞氏骗局涉及虚假的投资回报承诺，而实际上呢没有真正的投资活动或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也就是借贷方一开始就知道这种骗局最终会崩溃，因为当新投资者无法继续进入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支付早期投资者的回报。所以说，虽然两者呢有些表面上的相似，但其实本质和目的是不一样的。发行国债呢是国家融资的一种方式，而庞氏骗局呢是一种非法的金融欺诈行为。当然这要看相关国家的信用等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看我以前做的一期有关美国国家信誉被降级的视频。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